苦和肖恩当年是靠吃人肉坚持下来的，范闲不想重蹈覆辙。他微微转头看着火盆旁边的海棠朵朵，强行压一下胸口处的刺痛，开口说道：想不想听故事啊？什么故事？海棠的脸还是有些红，也没有抬头。范闲笑了笑，把肖恩和苦和当年北探神庙的故事讲了一遍，便是连两位老前辈吃人肉的事迹也没有隐瞒。海棠听完之后，脸色渐渐变了，似乎他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师尊大人曾经做过如此可怖的选择，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回荡在姑娘家的心头。沉默半晌以后，他缓缓抬起头来，用那双明亮至极的双眸看着范闲，静静说道：这个时候对我说这些，想必不是专门为了恶心我、打击我，总要有些道理才是。我发现你很喜欢那些学权。范闲眼帘微垂，疲惫说道：而事实上，这些学权确实帮了我们不少。可是若真到了单检良绝的那一天，我们总是要开始吃狗肉的。希望你现在能够有些心理准备。海棠面色微变，他在范闲的面前不需要还端着北齐圣女天一道掌门人的身价，而可以自然流露情绪。他本就是一个姑娘家，对于天天欢愉奔跑的学犬自然会无比喜爱。这一个月来，狗食基本上都是他在负责。骤闻此言，才知道原来范闲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安好心，那些辛苦拉动雪橇的学犬原来也是他的食物储备之一。可是对于此次神庙之行，海棠本来就已经做好了极为艰难的准备，尤其是先前听到了师尊大人当年吃人肉的惨事，他知道事情有轻重之分，微微低头，没有接话，也没有反驳。帐篷内一片安静，衬得帐外的风雪之声格外清晰，甚至可以听清楚究竟有多少雪汹涌地扑打在了帐篷的外皮之上，啪啪作响，令人不得安生。便在此刻，帐篷外传来了踏着冰雪的脚步声。范闲和海棠面色未变，因为他们知道来人是谁。在这个荒无人烟、严寒逼人的雪原上，除了他们这三个心智、意志、肉身都强大到人类巅峰的年轻人之外，绝对不可能有别的人出现。王十三郎掀开垂着木条的门走了进来，带来了一股寒风。火盆里的火焰疏忽间暗淡了下来。这见鬼的雪原严寒，竟似可以直接用低温冻住那些火苗。海棠从袖里抽出了一粒小黑团，扔进了火盆里。火盆里的火势终于稳住了。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是范闲这些年准备的特制物品，尤其是火种更是从来没有断绝过。王十三郎站在门口的毛毯上，拍打掉身上厚厚的冰雪，取下了脸面上围了无数层的毛巾，被冻得有些发白的嘴唇里吐出了像冰疙瘩一样干脆的几个字：好了，睡吧。海棠负责一应生活琐事，这位姑娘家终于在这极端的环境里被范闲改造成了一位家庭主妇，而王十三郎则要负责统领那几十只雪犬和帐篷的搭建以及防卫工作。他此时所说的好了，指的是外面专门给雪犬们搭建的防风防雪的雪窝已经处理好了。单从辛苦角度上讲，当然王十三郎的工作要更辛苦一些。范闲眼睛一眯，对他说道：从明儿起，你负责给那些狗儿喂食。王十三郎点了点头，坐到了火盆的旁边，接过海棠递过来的一碗热汤，缓缓饮了下去，每一口都饮的是无比的仔细。他腰畔的那柄剑就那样拖在了地上，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道。要复原，确实需要不断的苦练，可是这个地方太冷了，你不要太勉强。范闲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忧虑之意。这些天王十三郎异常强悍地在漫天风雪中练剑，以自身的潜力对抗着天地的威严。这种苦修的法子实在是令范闲和海棠俱感动容。他们知道王十三郎有紧迫感，想要快些让手臂复原，或者是练成左手剑。然而范闲总是很担心他的身体。阿大先前发现了一窝雪兔，只是那个洞太深，他们没办法。我帮他们把那些兔子赶了出来。
王十三郎放下汤碗，搓了搓脸，摇头说道：顺便活动一下筋骨。再这样动下去，我真怕自己会被冻成冰块。看样子明天可以改善伙食啊。范闲捂着嘴唇咳了2声，笑着说道。他发现十三郎如今和这些学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只怕自己日后要说服的人又多了一个。他忽然察觉到海棠有些异样，今天的话特别少，而且脸上总是红红的，眉宇间总是有些忧色，忍不住轻声问道：在想什么这么入神？海棠微微皱眉，瞪了他一眼，却没有说什么。倒是一旁的王十三郎愣了愣，极为难得的笑了笑，重新系上头面处的毛巾，走出了帐外。范闲微微一怔，片刻以后忍不住便察觉到了原因，笑出声来：活人难道还会让尿给憋死了？这话说的粗俗，又恰好说中了海棠此时的心病。姑娘家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微怒之意。范闲千算万算，甚至早在2年前就算准了自己的神妙之行，一定要拖着海棠和王十三郎当帮手。因为他清楚，漫漫旅程，无尽黑夜，就像前世病床前的那些日子一样，难熬的孤独是会令人发疯的。当年苦荷和萧恩大人能够熬到神庙出现在朝阳之下，不是因为他们敢吃人肉，而是因为他们彼此能够成为彼此的伙伴。在一个危险而未知的旅程之中，伙伴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可是范闲依然算漏了一些生活上的细节。他和王十三郎无所谓，随便找一个罐子便解脱了，可没有想过要增加负担，在这雪原上异常奢华地多准备一个帐篷作为茅厕。前些日子虽然冷，但还可以抵抗，这2天骤然降温，再在野外方便便有些困难了。王十三郎走了出去，自然是留给海棠一个私人的空间。海棠双眼微眯，冷冷地看着范闲，说道：若不是你这个药罐子，哪里会有这么多的不方便？范闲默然笑了笑。此行3人中，就算他的身体最虚弱，要他此时躲到帐外的风雪中去，只怕马上要被冻成个废人。轻笑说道：十三郎一个人走了，自然是很清楚你和我的关系，咱们之间谁跟谁不用介意这个了吧？依然是深沉而严寒的夜，火盆里的火光因为缺少木材等大料的缘故，始终无法炽盛。帐篷外的风雪还在拼命地呼啸着，四周的黑暗里没有什么凶险，然而这天地间的严寒本身便是最大的凶险。3个睡袋按品字形排在火盆旁，睡袋里的3位年轻人却都睁大着眼睛不肯睡去。已经在雪原上跋涉1个月了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没有什么打发时间的妙方，除了行路便是睡觉，实在是无聊到了极点。3个人也是睡饱到了极点。如果范闲不是因为身体太虚弱的缘故，一定会非常后悔怎么带着王十三郎这个大太阳在身边，不然此时抱着朵朵说些许久未说的小情话，享受一下口手之快也是好的。